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分手后，大款带着我的女神前任来买房，我作为公司的销售给他们介绍房源。女神前任嘲讽我这辈子也就努力当个销售，连总经理都当不上。我看着他俩贷款的房子，转头在继任总经理的当天告诉我爸，这房子的贷款我还了，就当是继任总经理养的一条狗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发完传单走进售楼大厅时，刚好听到王源在对着另一位销售人员颐指气使。整栋楼都是我老公雇成的，对我说话客气点，不然让我老公把你开了。说完还甜甜地冲旁边的男生笑了一下，很是俏皮。王源是我舔了很久的女神前任，不久前他搭上这位有钱的主，就把我给踹走。他说的不错，这栋楼确实是京盛集团太子爷的所属，但是他旁边的男子是假太子，而我才是真的。或许是我嘲笑的表情不够明显，他们没有注意到我。王源身旁的销售不停吹捧道：“那您可太有福了，这不得多买几套呢？”一听这话，王源贪婪的眼神差点没收住。碍于冤大头在场，索性扮演起了贤妻良母。我老公的实力肯定都可以买呀，不过我怀孕了，现在就先只买一套。见此，王源陪同的闺蜜坐不住了，扯起嗓子哭诉：“顾城，你可别学圆圆那渣男前任，除了会熬汤，什么都给不了圆圆，这算哪门子男人？”王源挤出几滴眼泪：“没事的，可能是我不够好吧。现在有了顾城，我很幸福。”好恶心的戏码！当初和王源在一块，我除了要给他熬安胎药，还要给他的情夫煲壮阳汤。就在这时，这个拍马屁的销售看到了我，大声呵斥：“发完传单不会来招呼顾客，只知道偷懒耍滑。”王源则是大吼一声，瞪着眼睛冲我叫：“哪来的实习生，就这么怠慢我们？”可是他面前的房明明是我们这最便宜的一套。我转过身子走向销售楼盘，王源的闺蜜站在一旁质问我：“顾健，你怎么在这？你这渣男别再纠缠我们圆圆了。”我冷脸回复：“没纠缠他，我一直在这里工作而已。前2天刚和老爸和好，而就在和好卡解封的当天，王源踹了我，扶正了这位冤大头。”王源叹了口气：“顾健，其实你也挺可怜的。以前你就给我画饼，要做盛世集团的总经理，现在不努力卖房，怎么做经理呢？”他的动静太大，周围人都围了起来。公司里和我关系不错的小宋过来维护我：“别狗眼看人低，总经理也不差好吗？”我相信下周总经理的人选肯定是顾健。我给小宋竖起了大拇指：“就是，总经理也是我自己的努力，哪里就比你的大总裁差？”王源一下子笑得合不拢嘴：“顾健，你就别嘴硬了，我老公可是你公司的太子爷，区总经理，他想当立刻就能当，这也不用你来介绍了，让人晦气。”我收拾完茶水，不顾另一位马腿销售，跑到休息室装死。大学刚毕业时，我老爸嫌我玩物丧志，把我卡全部冻结，车也收走。我直接跑到老爸公司，成为了一名销售。老爸说过不许暴露身份，不然就把我赶走。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空闲就去送外卖。后来和王源成为了情侣，他总爱带男人回出租屋过夜，老子特么送完外卖还要熬补汤。直到一天，王源的情夫找到我，指责我偷了他的巴宝莉衬衫，补汤也给他喝出了一身病。我自己家里的巴宝莉衬衫多到可以拿来拖地，
谁缺这一件？还有这些虚货的补汤，全是名贵药材熬制，补过度了而已。后来才知道，这衬衫是被王源偷去作为礼物送给其他男人。但后面找我麻烦的男人越来越多。还在回忆中，王源带着她的闺蜜来休息室了。我瘫在沙发上，听他们俩狗叫。王源穿着恨天高，向下蔑视。你知道我没怀孕的事情，自己安分点。这个凯子，我调到了以后，家里有你的位置。我差点被他逗笑。当初他就是用假孕这招，骗得我给他做牛做马。如今又盯上了这个叫顾城的男人。什么位置？王源的闺蜜抢答道：肯定是厨子呗，你还想要啥？吃软饭的屌丝男。说实话，我要真吃软饭，我爹得高兴死。毕竟我之前贪玩就拒绝了好几家的联姻。在我卡冻结的时候，不少大小姐来找我买房，甚至于提出要养我的提议。可是我顾健就是从来不靠女人，除了买房我谁也没私下联系过。在和王源交往时，他就觉得我和其他女生销售卖房是在背叛他。闹了几次后，再加上我不答应吃女孩子的软饭，所幸我在公司里成了销售的倒数第一。王源对闺蜜的话投去了赞同的神色，说的也很对呀，顾健你就知足吧，其他舔狗都还排不上队。我站起身来，吐出一口气。我正对上王源的闺蜜：你俩身上的包包全是我买的，请问我吃什么软饭了？接着又对上昔日的女神王源：你假孕的事我懒得管，就是别到处乱说怀上盛世太子爷的孩子，非常丢我的脸。说完，王源的闺蜜泪眼汪汪揪着她的袖子：圆圆，你这前男友讲话好恶心。我扬了扬手臂，再恶心也比不上你俩。这边王源在我这落了面子，转而恼羞成怒：顾健，之前我朋友骂你不值得我喜欢，我还维护你，现在看来骂得对。说着说着，小脸上全是泪水。我喝了口茶，打算继续战斗。你还维护上我了？王源，你可要点脸吧，今天你闺蜜骂过我多少次，你哪次维护过我？而且你也经常在我这骂你闺蜜是贱人。王源被我噎得半天，只能说出一个我。闺蜜含着热泪疑惑地问她：圆圆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。王源则是慌乱解释：你别听渣男胡说，我送过你这么多东西，你不信我送？说可怜和炫耀才更合适吧。但凡是王源追求者送的礼物，他都会挑一遍，选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后，送给自己的一些闺蜜们。听到了休息室里的吵闹声，假太子顾城也冲了进来，他一把护住哭哭啼啼的王源：兄弟，你也太不是人了吧，圆圆曾经对你这么好，到了现在你还在欺负她。这时的王源则是继续挤出泪花，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，表示：顾城，都是我曾经眼瞎，深情给了渣男，让你看了笑话。一听这话，顾城眼中对我的厌恶更多了几分。在他的拳头即将落在我的脸上时，我说了一句话：顾城，你真的是盛世集团的太子爷吗？你有什么证明吗？我看大家好像都不太认识你的模样。我敢肯定他是为了泡王源胡说八道的，因为网上对于我的报道少之又少。这些年里，老爸把我的信息保护得很好，其实也不用怎么证明，他肯定是有点小钱的暴发户，但做了亏心事，铁定怕鬼敲门。果不其然，顾城的拳头停在了空中，脸也比我的斜还。他拉住王源就要走，嘴里振振有词：你这前男友是个疯子，咱别搭理他，继续看房子去吧，宝贝。说罢，在走廊尽头
假太子顾城则是为了证明自己，直接掏出了鸽子蛋大的钻戒。圆圆，如今你肚子里也有了我们爱的结晶，嫁给我好吗？瞬间窜出了一堆好友，其中还有一些我的脑残同事，通通高喊着嫁给他，嫁给他。王源朝我露出讽刺的笑容。顾城，我愿……话还未说完，就被一道温柔的女声打断。哎呦，大妈大叔们，你们在这卖菜也别挡道行吗？说完就踢开了跪在地上的顾城，走向了我这个方向。瞬间，我的同事就认出了这位美女，是莫瑶啊。她爸爸可是咱江城4大首富之一，她好好看啊，身上也有股千金大小姐的气质。她是来找顾健的吧？这星期来第10次了，散了吧。顾城也和其他同事一样，一脸红润地盯着莫瑶。王源牙都咬碎了，也没多好看呐。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莫瑶？表白来得仓促，结束的更是快。莫瑶走到我身边，向我微笑示意，可别逗了。王源身边的是假太子，我这位是如假包换的真千金。他手里包的价格都够顾城和王源攒个几年工资。我轻笑一声，莫瑶把手搭在我肩膀上，很是亲昵地问我：“顾哥，你笑啥呢？”我随口说了句，想到个笑话。其实我和莫瑶也不算很熟，毕竟我们也没讲几句话，突然表现出这么亲近，让我很是不自在。而且最让我疑惑的是，他只来找我聊天看房，从来也不买。莫瑶接着更加亲昵地向我询问：“顾哥，咱们都没有微信好友，加一个呗。”说着便掏出了手机，加上好友后，他摇曳着前凸后翘的身姿走出了公司。这边微信弹出了一条消息，不过不是莫瑶的，是公司主管要在下个周的公司会议上宣布总经理人选。我看了看，还是将屏幕暗黑。在休息室吃完甜点后，我发现王源闺蜜的包落在了沙发上，随即将这个包扔在前台。这时候莫瑶的消息才弹了出来：“下次见喽，顾哥。”仿佛我们是最亲近的情侣。我嘴角止不住往上扬。突然，公司闲聊群的成员多了几个，居然是顾城和王源。等我成了总经理，第一个就开除顾健，下面还顺带了一张截图。我点开一看，居然是要把顾城空降到我们公司当总经理的截图，还顺带又补了一张图，内容是他作为总经理有权利解雇公司员工。群里顿时沸腾了起来。我的天啊，这次顾健可是惹到铁板了，感觉新来的总经理好帅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。众说纷纭。这时候王源就坐不住了。王源先是发了个老公好棒的卖萌表情包。作为总经理夫人，其实我们也不想开除顾健的，可是他作为销售月倒数第一，只会带坏我们公司的风气。顾城这时候跳出来安慰他：“圆圆，你别对这种人太善良，公司可不养这种四体不勤的小白脸，我看他只适合去找富婆。”晚上下班后回到老宅里，老爸架着个眼睛翻着报纸。我开口问了句：“爸，你认识顾城这号人吗？和咱家一个姓。”我爸抖着报纸说：“咱司机家孩子，你俩没见过，怎么突然问起他来？最近他爸托我给他安排了份总经理的工作。”我扮了个鬼脸，向老爸提出个提议：“这个总经理职位我要了，但是先别告诉他，让他来公司试试，看有没有其他职位适合他。”老爸点了点手心，我知道他这是同意了的意思。第二天不出我所料，见到了顾城和王源。一路下来排场挺大，许多公司员工都听着他俩训话，训得正上头时，单位的铃声响了起来，
众人纷纷看向我，因为平时这些杂活都是我干。我接起来：“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顾健吗？”“对，我这里是盛世集团，关于总经理一事。”我故意开了扩音。这时的顾城和王源发了疯的来推开我，一顿那呀得附和。挂断电话后，冲我大发脾气：“懂不懂规矩啊？这么重要的电话，你一个普通员工，你配接？”王源也在一旁帮腔：“就是，开除你也是迟早的事。你懂什么叫领导吗？现在我们就是你的领导。”原本想着这公司会议无聊透顶，压根不想去。还有这总经理职位，听着也太土了。不过看完这场好戏后，我也改变了主意。公司会议必须去，而总经理这一职位非我莫属。到了会议当天的清早，我穿着价格不菲的高定西服到了公司，忙活了半天。在会议室里，我给老爷子发了个信息：总经理顾健已到位，正收拾东西呢。这王源就带着她的闺蜜闯了进来，一进来就乱翻我刚整理好的东西，翻了半天不见结果，就把矛头指向我：“顾健，你是不是又偷我闺蜜的包了？她包里可有条很贵的项链，快拿出来！”胡说八道！我早就把她闺蜜的包丢去前台。我指了指前台的方向，他们又一脸怨恨地逼问起前台员工。眼见无果，我就开始报警。等着警察赶到现场后，我看到王源和她的闺蜜都慌了神。做完笔录，大家一起在监控室里看到了我确实把包包扔在了前台，可是监控有死角，并且也没有人认领过这个包，我还是存在偷她闺蜜项链的嫌疑。此时的王源开始做起了妖：“顾健，我知道你记恨我，可是如今我已经有了盛世集团太子爷的骨肉，你惹不起的，快点交出来吧！”赶到现场的顾城也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，我就说他不怀好意，警察快把他抓起来。说完，我立马开麦：“我是不怀好意，那你女朋友就是怀了假胎。”这边的王源震惊地看向我，为了掩饰假胎，他故意干呕几声，而后是声泪俱下地控诉我的罪行。顾健，你不要再这样打扰我和我老公的生活。我知道你在意我，不让我提怀孕的事，但这就是事实。说白了，这王源就是见过几次我屋里的钻石项链，和她闺蜜的项链相似度99%。他在赌我不敢让人搜查，毕竟我向来是他的舔狗。可惜这次他赌错了。我向警察说明白情况后，直接一行人去我家搜查。我打开房门，警察翻找了半天后，找到了一款钻石项链。王源见此情况，开始疯狂叫嚣：“我就知道你偷了我闺蜜的项链！”反观她旁边的闺蜜，则是犹豫不决，一副难堪的表情。我见他们还不肯说出实情，又是心生一计，向警察提议：既然搜查了嫌疑人的家里，那是否应该搜搜被害人的家？王源闺蜜很是慌张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警察一直围观的小赵突然凑我耳边说了句话：“哥，你这项链我瞅着像海洋之心啊，可比他们丢失的项链贵好几倍呢。”我歪了歪头，表示人不相信。我也没啥办法，却不想被围观的闺蜜听到。开啥玩笑？顾健这么穷，他这个就算是海洋之心也是假货。我不与他俩争辩，只是等待搜查结果。而后，警察从王源和顾城的出租屋里也搜到了一款项链。这时候的顾城和闺蜜更是大惊失色，果然和我猜的不错，说不定是顾城和这闺蜜有过私情，啥时候落下的都不知道。而王源则是一脸迷茫，她自己肯定没拿闺蜜的东西，
可盛世集团太子爷也不可能是小偷。一旁的闺蜜赶忙打起圆场：呀，这条项链更像是我的，是不是我平时去圆圆你房里忘带回去了？眼瞅着在我这捞不到好处，王媛也只能附和闺蜜：确实有可能哦，我们俩平时在家就是爱四处玩，容易丢东西。一直不说话的顾城也顺着台阶开始给警察道歉：麻烦警察同志，我们这就是小事，也是一场乌龙，女孩子忘性大，我们自己解决就好。伴随着警察的离场，王媛拿起我的海洋之心项链就是一顿抚摸，嘴里念叨着假货，手上却是小心翼翼的研究。我伸手抢了过来，可这王媛还是使出了牛劲，不肯还我。也罢，本来就是打算给她的礼物，当时的我傻，可现在我就是弄碎了也不给她。啪的一声，随着声响，项链也断成了2截。这时的王媛赶忙松开了手，果然是假货，跟我可没关系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你自己太用力扯断的。我点了点头，笑了。反正我喂狗还是摔断都不给他，因为这事公司的会议改为明天。小赵收到消息后直接耷拉个脸：哎呦，明天我都不想去参加了，真不想看到他们这小人得志的模样，而且还要把顾哥你开除。我摇了摇头，表示没事。小赵你一定要来，你哥我指定没事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给老爸多要了几个娱乐记者，最好写得越夸张越好。在公司楼下咖啡店碰到王媛时，他又穿着我送他的礼服，这是当时我发的第1笔工资。他软磨硬泡之下，我给买了这套礼服。我走过提醒他：咱俩都分手了，你还穿我送的衣服。这时候闺蜜又开始帮腔：我们圆圆肯穿你衣服，你还不乐意，算你高攀他。而顾城也是对我一顿冷嘲热讽：圆圆，你这前男友不但渣，还很抠门，咱回去就买几套，再也不穿这种破布。即将成为总经理的顾城貌似在说自己，他自己是捯饬的不错。其实我想提醒一下，王媛这套礼服已经好几年前的旧款了。当然了，他们不领情，还反咬我一口的话，我是无话可说。大概9点，记者们纷纷到了现场，整个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。过了会，公司门口来了一辆劳斯莱斯，车上下来了2人，一个是我爸，另一个是我爸的助理。王媛向我爸热络地打招呼：主管您好，我是总经理夫人。我爸一听这话，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，紧接着朝我走来，还没到我面前，就被顾城拦下：主管您好，我是盛世集团即将上任的总经理顾城，咱们以后就是熟人了。不过我们公司里这个叫顾健的员工作风不端，理应辞退。他俩这一输出，把我爸都整不会了。这位员工你好，这边我们就是来找顾健的，请问他是有什么问题吗？顾城突然情绪激动，抖落起我的缺点：一直是销售倒数第1，而且还爱偷东西，也不尊重我，还有各位领导。这边听完话的我爸摇了摇头，坚定表达：这边我们就是来找顾脸的。顾城和王媛突然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：嗨，咋不早说呀？公司里早就在传顾健要跳槽去小公司任职。这时的我爸脸是彻底绿成苦瓜，大方表示：那就劳烦2位让开，我们要任职顾健为总经理。我和小赵在一旁看热闹，很是悠闲。小赵还安慰起我：哥，这公司亲自来接你，也挺有面的。我拉住他，调侃了一下：是啊，你哥我也是快发达了。走到我爸面前时，只有顾城在一旁看我笑话。
人王媛还有她的闺蜜都跑休息室里睡美容觉等结果，我开了口：主管你好，我是顾健。我爸笑眯眯地问我，听说你是这个公司的销售倒数第一？一旁的小赵抹了抹额头的冷汗，甚至捂住了脸。我淡定回答：对呀，所以你要任命我为总经理了吗？对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总经理。我爸摆了摆手，身后的助理拿出了一摞文件，周围的同事纷纷涌过来看我笑话。小赵突然冲我大叫：等等，这怎么是盛世集团的总经理就职任命书？不对！淡定的顾城也开始坐不住了，瞬间没了刚才的装腔作势，一把扯过文件读了起来。谁？顾健？他怎么成盛世集团的总经理了？王媛和她闺蜜在休息室恨不得长100双耳朵。听到众人的议论，他俩也坐不住，开始往会议室这个方向走来。到了会议室里，看到了结果，最先不满的人是王媛。不是，你们这些主管没眼睛吗？这顾健是整个公司的销售倒一，我老公可是太子爷，你们这样安排，我捏了捏眉心，这出好戏还不错。这时候的顾城彻底蒙圈，开始打起了电话。别急呀，我马上把成绩扶正。王媛身旁的闺蜜还是一副瞧不起我的神色，我看你也不是干净人，赶紧叫你金主帮忙争个第一，不然没人肯服你。简简单单露一手，我划拉几下屏幕，不久后我们售楼部的热线就被打爆了，一天买了20套房子，全是挂的我名。这下子我成断层第一。哦，对了，等会莫瑶还会给我送一幅锦旗呢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公司同事彻底炸开了锅。你说你惹他干嘛？本来就他不高兴，现在是大家都不高兴了。估计顾健这小子也是绑上莫瑶这个小富婆。我淡定接过任职书，反观打完电话后的顾城是慌不择路，一下撞倒在玻璃门前，顺带还嘴硬：圆圆，我爸说这个事情出了点变故，这小子是空降户，等我后边直接做总裁给他开除。没想到的是，老爸先笑出了声：小伙子，你没这个机会，快离开我们公司。最后这3人匆忙逃离了公司。临走时，我向他们3人提了一句：王媛，你一点察觉不到你闺蜜和顾城的不对劲吗？听完这话，他又折返发了疯似的问我到底知道些什么。我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他，叫了几个保安将他赶走，偶尔恶作剧也是很爽，就是不知道王媛会和他们吵成啥样。在那之后，果然再没见过王媛和她的闺蜜，她是消停了一段时间。可是顾城这边貌似又起了心思，上任总经理后，不断的骚扰电话打来我的办公室，报完警也是抓不住主谋者。更过分的是，每天下班后总感觉有人跟踪我，这让我很是厌烦。我找人查到是顾城的时候，气得牙痒痒。恰好这时候，售楼部的马屁精销售来找我汇报工作。以前他是对我颐指气使，一点不带正眼瞧我，现在反而是开始恭维起我。经理，上星期那位顾城先生个人分期付款，装得那么阔绰，结果是个穷鬼。我心里有了一些计划，好让这个顾城不再烦我。看那销售不情不愿的模样，我直接把之前受过的怨气一通发泄。办不好事情你就滚呗，不想干的话待这干嘛？我看出他是敢怒不敢言，忍得脸都发紫了。贷款下来后，我直接笑开了花。这位顾城少爷可能指望着他爹帮着还，毕竟我爸给司机开的工资不低，1个月1万起步。我给顾城老爸打了个电话，既然管不好儿子，那么工作也别做了。少爷，
顾叔是做错了什么吗？我跟着您一家都快20年了，您得给个理由。或许你可以问问你的儿子。挂断以后，果断拉黑，这下清静了。没有傻逼的世界就是爽。再到后来，我听哪位销售吐槽顾城一直逾期，要上征信黑名单，这样也好，忙到来不及骚扰我。还没歇上几天，王源又来作妖，原来是他马上假孕的事，眼看快要有3个月，很快就要瞒不住了。他开始不停地和舔狗睡觉，可是无奈肚子怎么也不争气，最终还是找到我。他以为我还是以前，一勾勾手，我就又成了他的舔狗。期间一直向我发出邀请，最后我以报警威胁后，终于妥协。1个月后再次联系的时候，是一个新号。顾健，我现在生病了，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如果你也不来陪我，我就去跳楼。说完还加上一个丸子妹哭哭的表情包。鬼使神差下，我居然赶到了医院。他面色苍白，整个人像朵脆弱的花。全部检查完后，我替他拿着药，正要上车时，一个飞出的拳头砸在了我的脸上。顾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没想到这么让我恶心。看着杀红了眼的男人，王源立刻和我撇清关系。老公，是他推了我们的孩子保不住去了医院，你别误会我。麻蛋，合着我来这是充当冤大头，我也是他们 play 的一环。好，砸我一拳是吧？我举起拳头砸了10多拳，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。别看我瘦，可顾城他没我高，硬生生挨了10拳后，我看着眼前肿得像猪头一样的脸，乐开了花。期间王源来拉架，我也一脚踢开。狗男女，你们都不是我对手。这时候我揍得开心，嘴里也不带停。你们俩，一个假孕，一个假少爷，倒也是天作之合。顾城反击的手停在了半空，王源也不敢吱声。说话呀，你俩都哑巴了。见其还有不服的神色，我直接继续开口。顾城呢，只是我家司机的儿子，他是假太子，但我是如假包换的哦。不信咱就去问问盛世集团总裁。还有啊，这个王源呢，是图你太子爷的身份和钱才假装怀孕的，医院就在附近，咱直接去验验。在我的一顿输出下，他俩都只是干瞪着眼。不一会，王源就张着红唇质问顾城：你真是假的？渣男装什么有钱人？害得我骗你还惹上一身病。这边顾城面对攻击也是毫不犹豫的回应：你有脸骂我？如果不是你骗我，我会贷款买房子。现在我都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看着他俩争执个不停，我鼓起了掌。咬狗肯定不好玩，但狗咬狗就特有意思。鼓完掌后，我开着自己的跑车就走了。看完戏就不能继续和傻子纠缠，不然拉低身价。当然了，我们的王源女神呢，找到真人后也是开始坚持不懈，求我复合。在她第6次送汤到老宅时，我坐不住了。她穿着一身白裙站在走廊下，一如当初相遇时那么清纯可爱。顾健，是我错了，我熬了好多次汤，我们复合吧。以往他从不说自己的错，只有我哄他的份。我接过汤，打开盖子，果然是香气扑鼻，比当时我熬的补汤好多了。直接一手反扣，汤从王源的脸上哗啦啦的往下流。接过你的汤不是原谅你，而是作为当初给你们熬了6次汤的补偿。王源这么努力，当然我们的假太子顾城也没闲着，每天趁我下班的间隙就是一直蹲点。哥，我求你了，求您看在我爸的面子上帮我还还这个房贷吧，圆圆也会感谢您的。提到他我就会气，见他这么可怜，我给了他一份文件，还给我爸打了招呼。他们这个50万的房子
我付了，就当是庆祝我当上总经理养的一条狗。为什么是狗呢？因为王源之前软磨硬泡要养萨摩耶，我省吃俭用给他买了，他一次不管。再到后来分手，他带走后和顾城一起卖给了狗肉店。等我赶到时，萨摩耶已经没命了。看着面前的文件，他感激涕零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要不然怎么能是贾少爷呢？合同甚至都不看完就签。我这个合同可是高利贷，当然顾城的房贷不用还了，因为他要去还一个更大的贷，而且这个贷还不上，可是会通过砍手砍脚来追债。日子在一天天变好，我决定在下半年的9月和莫瑶订婚。接触下来，我觉得她是一个不错的女孩，而王源的骚扰还没停止。听到这个消息的她，彻底粉碎了成为少奶奶的梦，从纠缠我转变为去骚扰莫瑶。莫瑶这妮也不是吃素的，听到不乐意的地方就是一顿胖揍。几次闹下来，但凡王源打输，就是打电话给我哭诉，无论怎么拉黑，他永远有号码可以换。最后一次接他的时候，他让我在他俩之间进行选择，那肯定不用想，直接选择莫瑶。可爱的莫瑶也是一派娇羞地埋在我的怀里，而王源抬着骨瘦如柴的脸恳求我：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我吗？你喜欢他什么？脸吗？我可以整成和他一样的。我冷漠回应：你整得了他的脸，却整不了他的心。看着往昔的白月光女神成了这副鬼样子，我只能说世事无常。到了9月，我和莫瑶的订婚宴在市中心的5星级酒店举行，亲朋好友都纷纷来祝福我和莫瑶，而莫瑶则是一身和秀服，衣服勾勒出了她完美的曲线。我家里拿出了盛世集团的40套房子作为彩礼之一，当时莫瑶的帮助，我肯定是双倍报答。安顿好宾客后，酒店大堂开始放起我们的相恋纪录片。大屏里是我和莫瑶第一次相见。原来当初他也不知道我是盛世集团的太子爷，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普普通通的销售顾件。在我们俩人的接触里，我从不坑他买房，再到后来他一次性买了20套房子，帮我拿下了销冠，这也是缘分的开始。还沉浸在美好回忆里的我，大堂里的哄闹打断了我。怎么突然变成我和王源的照片和视频？相比我和莫瑶，现在的视频更加劲爆，全是我跪求王源别离开自己的舔狗证明。站在台上的莫瑶也是瞬间红了眼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王源拿着话筒也出现在了舞台中央。他眨着无辜的眼神：顾健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不能放弃你。我抢过话筒，愤怒开麦：可是我早就放弃你了，别胡闹，这是我和未婚妻的甜蜜婚礼。见我这么狠心，索性不顾自己的白裙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掉眼泪。就因为补汤，你就和我分手？明明今天应该是你和我的婚礼，这个女人哪里好？一看就是整容脸。听不下去她的风言风语，我吩咐酒店的保安把她拖了出去，随后更是直接报了警。我看这女人就是存心搅局。安置好后，莫瑶扯了扯我的衣角，我不断对她道歉，毕竟前女友来闹事，换做谁都不好受。没想到莫瑶却又说出了另一件事，之前那个叫顾城的男子也来找过我，也和我说过这些，说你特别爱王源，可以为他包容小三，甚至是熬汤。我听得喘不过气，无法反驳，因为当时的我确实挺傻逼的。这边莫瑶又继续说话，当时我不信，现在王源也跑来告诉我，我是真的不能不信。
其实顾见你挺让人失望的。我慌得不知道说什么，手不停打哆嗦。瑶瑶，你听我解释，其实，事实就是这样，但我真不喜欢他了。你是好女孩，我们好好过行吗？在气氛如此凝重的时刻，莫瑶扑的一下子笑出了声，还佯装捶了我胸口一拳。我失望的是，你就这么让人欺负，以后躲你瑶姐背后，我罩着你。听到回答的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在求婚前莫瑶告诉我，顾城和王源这么欺负人，他已经把他们安置在监狱里。终于，恶人也有恶报。在戴上戒指的一刻，莫瑶往我脸上偷亲了一口。我顾见也是有人保护的小娇夫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大家有想吐槽的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